Hello， 各位好，我是 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影片，記得先點擊下方訂閱按鈕，再打開旁邊小鈴鐺，這樣每次有新影片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也幫我按個讚，讓 YouTube 知道你喜歡這種類型的內容。謝謝大家。我們現在正式開始。好，今天呢，我們要來聊一位重量級的人物——安吉拉·戴維斯教授。他最近的一場講座可以說是為21世紀的廢除主義這個概念丟出了一顆思想上的震撼彈。我們就來好好拆解一下他到底提出了哪些顛覆性的觀點。OK， 我們先來看這一句話，這可以說是戴維斯整個論述的核心。他說，廢除主義不只是沒有牢籠，而是充滿關懷。這句話真的非常厲害，他直接就戳破了一般人對廢除的想象。你看，很多人一聽到要廢除什麼，腦袋裡想到的就是天下大亂、破壞秩序。但戴維斯告訴我們，不對，重點搞錯了。廢除主義的精髓，從來就不只是把舊的壓迫人的籠子拆掉而已。更關鍵的是，在拆掉之後，我們要用什麼樣充滿關懷的新東西去把它建立起來。所以啊，這是一個關於建設的宏大計劃，而不是單純的破壞。好，那為了能完整的消化戴維斯教授這套思想框架，我們這次的拆解會分成4個部分。首先，我們要一起搞清楚到底什麼是21世紀的廢除主義。接着，我們會深入他理論的核心引擎，也就是團結。再來，我們會看3個超關鍵的歷史故事，理解這套理論在現實中是怎麼運作的。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我們會回到我們自己身上，聊一聊當我們面對巨大的體制時，要怎麼找到繼續前進的力量。好，那我們就進入第一部分。一講到廢除主義，我想大家腦中第一個跳出來的8成是歷史課本裡講的那個廢除黑奴制度的運動，對吧？但戴維斯教授要告訴我們的，就是現代的廢除主義，它的視野跟深度早就遠遠超出了我們過去所理解的那個範疇了。所以，現代的廢除主義到底是什麼？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個雙軌並行的計劃，它有2個同時要進行的任務。軌道1是拆除，就是要我們睜大眼睛去辨識出社會上那些壓迫人的系統，像是監獄、警察等等，然後去挑戰它、解構它。但更重要的是軌道2，也就是建立。在我們拆除舊東西的同時，必須更用力、更積極地去創造、去打造那些能夠真正滋養社群、照顧到每一個人的替代方案。這2個軌道加起來，才是一幅完整的廢除主義藍圖。這裡有一個我覺得超有意思的例子，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這種分析方式。一般來說，我們聽到兒童福利系統，都會覺得這是一個充滿愛心、保護小朋友的機構，對吧？但戴維斯引用了另外一位學者的觀點，提出了一個很尖銳的質疑。他說，這個系統在很多時候根本不是在提供福利，反而變成了一種家庭監管系統。它會特別針對某些弱勢家庭進行監控跟管制，它的功能其實更像警察，而不是社工。你看，這就是廢除主義的視角，它不只看監獄，而是把整個社會的權力結構都拿來檢視。接下來我們進入下一個關鍵點。如果說廢除主義是一台巨大的變革機器，那接下來要講的這個東西就是這台機器的核心引擎，也就是團結。在戴維斯眼中，這才是點燃全球性改變的唯一燃料。為了讓我們搞懂什麼是團結戴維斯做了一個非常精彩的對比。他說在資本主義的世界裡，人跟人之間的連結基本上是一種交換關係。所有東西都有價碼，我幫你是為了你能回報我，這是一種很冰冷的目的導向的交易。但是團結呢，完全是另一回事，它不是交易，而是一份禮物。它是基於深刻的關係，是一種不求回報的付出。他認為，只有這種不講價碼，能夠滋養彼此生命的深層連結才有可能產生真正撼動體制的巨大力量。這句話真的可以說是把團結的精神講得淋漓盡致了。它不是一場我給你 A， 你就要還我 B 的算計，它是一種發自內心的行動，是因為我深刻地理解到你我的命運其實是綁在一起的。就像我們隔着半個地球，面對的問題看起來完全不一樣，但我們底層的掙扎是相通的。這種認知就是所有集體行動能夠成功的底基。這就引發了另一個思考。好，理論聽起來很棒，很熱血，那在真實世界裡真的可行嗎？為了解答這個問題，
戴維斯接着就帶我們穿越時空，看了3個非常關鍵的歷史案例，讓我們能夠具體的看到團結這個力量是怎麼在歷史的洪流中真實地發揮作用的。我們來快速看一下這3個故事。第一個，時間拉回到19世紀，當時美國的廢奴運動領袖道格拉斯，他竟然大老遠跑到愛爾蘭去尋求盟友。第二個，時間快轉到2012年的南非，一場礦工的血腥鎮壓震驚了全世界。第三個，則是聚焦在當代巴勒斯坦人民的處境。這3個事件，地點跟時代都差很遠，看起來八竿子打不着，但其實他們都指向了同一個核心，那就是跨越國界的團結，如何去對抗那些根深蒂固的結構性壓迫。我們先把焦點放在南非的例子。戴維斯在這裡拋出了一個非常尖銳的問題。他問：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不是早在法律上就廢除了嗎？那為什麼到了2012年，我們還會看到黑人警察開槍鎮壓黑人礦工這種駭人的畫面？這不是很矛盾嗎？這背後到底藏着什麼樣的真相？這個問題的答案就是戴維斯一直強調的結構性暴力。他用了一個很棒的比喻。這就像一台為了壓迫而設計的機器。今天，就算我們把操作機器的白人換成了黑人，但只要這台機器的設計本身沒有改變，那它製造出來的結果依然會是壓迫。這就完美地解釋了為什麼廢除主義的目標永遠是整個系統，而不只是換掉系統裡的某些人而已。接着，我們來看巴勒斯坦的例子。在講座上，有名學生站起來提問。他直接把加薩稱作是現今世界上的露天監獄。戴維斯就借着這個提問，進一步說明巴勒斯坦的經驗是如何幫助我們去擴展對監獄這個詞的想象。他說，監獄不一定非得要有高牆跟鐵絲網。當一個地區被全面封鎖，當一條邊界你永遠無法跨越，那這整個地方本身就成了一座沒有屋頂的巨大監獄。好了，講了這麼多宏大的理論跟跨國的歷史，我們現在把鏡頭拉回來，進入最後一個部分，也是最實際的部分。這一切到底跟身為普通人的我有什麼關係？我們個人又該怎麼辦？我想，這應該是很多人心裡會冒出來的疑問，對吧？當我面對的對手是像國家機器或整個社會文化這種龐然大物的時候，個人的努力真的會感覺很渺小、很無力。在這種巨大的無力感面前，我們到底要怎麼維持住那股氣、那份希望，去投入一場可能要花上一輩子時間的長期抗戰？如果你正在聽這部分，非常值得你筆記一下。戴維斯的回答，我覺得非常務實，也充滿了溫暖的智慧。他說，關鍵在於你必須要在集體的奮鬥中，找到能讓你個人感到快樂、感到滿足的事情。如果你只是抱着一種我應該這麼做的義務感或者罪惡感去參與，你絕對撐不久。你必須找到自己真正熱愛而且擅長的事，不管你是會寫文章、會辦活動、會做音樂，還是會做研究，然後把你這份天賦當成一份禮物送給這場運動。當每個人都這麼做，並且在過程中互相扶持，那股強大的集體信心自然就會被建立起來。好，我們把剛剛講的重點快速整理一下。戴維斯教授讓我們看到的廢除主義，它絕對不是破壞，它是一個充滿創造力的全球性計劃。它的終極目標不是拆毀，而是建立一個能讓所有生命好好活着的新系統。而驅動這整個龐大工程的終極能源，就來自於我們剛剛談到的那種不求回報，但卻無比深刻、無比強大的人類團結。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戴維斯的這一套論述真的給了我們一個全新的視角去看待社會變革。他提醒我們，真正的改變不只是去推倒舊世界的圍牆，更重要的是，我們要親手畫出新世界的藍圖，然後開始動手建造。所以最後，我想留給大家一個問題，這個問題不只是給運動家，也是給我們每一個人的。如果廢除主義的核心是建立，那麼，為了在你自己的社群裡創造多一點關懷、多一點支持，你想要砌下的第一塊磚會是什麼？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自己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